谢谢，今年终于上来上节目了啊！因为一直有工作，是个空姐。哇，你们今天的反应真的很棒。之前有些观众听到这，你根本就不像，我又不直接这样上。我们空姐要选上之后，要经过非常程序化并且非常系统的培训之后才能上岗。我觉得能理解，但是唯一不能理解的是，其中有一项培训很奇葩，就是把我们所有人带进一架空飞机，给我们一个真实的餐车、水车，让我们对着空座位想象那里有旅客，给他们服务。无法想象是吧？给你们演示一遍，空的。你好，欢迎乘进里面，请不要打我。就想象嘛，而且还要考试，所以考试当天我就发得很快。我说老师，我发完了。老师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你同学才发2排，你怎么这么快就发完了？我看着一脸认真的我的老师和我这边的空座位，我说我这边的旅客他们都不要。我老师非常生气，看着我说，我飞了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飞机上138个旅客什么都不要。我说小声点，他们都睡了。模拟？你怎么模拟？当我真的上飞机工作之后，我发现有些问题真的模拟不了。你不要说旅客的行为了，我连我同事的行为都模拟不了。有一次飞行，我和我同事一起给旅客发水，他一不小心把水洒在了旅客身上，当时情况非常紧急，我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开始假装飞机颠簸。他开始好颠，颠回了工作间。当时那个旅客端着杯子看着我，我看着越颠越远的同事。我那个旅客问我，到底谁在颠？啊？这个水有没有人过来擦一下？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的跟我手上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说，我擦。真的很多东西是模拟不了的，一旦跟人挂钩，人是很复杂的，对吧？模拟不了。有一次，一个旅客上飞机，自己的耳机坏掉了，找我要飞机上的耳机。但是因为飞机上耳机的插孔跟他的手机插孔不匹配，而跟我大发雷霆。我给他报纸杂志他都不要，他一把给我摔开，他夹着机票指着我的脸说，我今天上飞机就是专门来听歌的，听不了歌我就投诉。他这句话简直给我当头一棒，当当。而且当时周围所有的旅客都已经探出头来想看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被逼到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我蹲下问他，你想听什么？我给您唱。他说铿锵玫瑰，我说我不会。他投诉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单，最后还是被投诉了，因为把他旁边的旅客唱醒了。旁边旅客拔地而起，老子今天上飞机不是来听你鬼叫的。而且我飞得越久啊，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前段时间有一次夜航，一个旅客坐在3个人一排的中间位置，飞行时间太长了，他觉得有点热。他就去厕所把他那个秋裤脱掉。他脱秋裤我能理解哦。他脱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有那个洗手液，他将就在厕所把他那个秋裤洗了。他该不会觉得飞机颠簸可以把他那个裤子甩干吧？
洗完他拧得半干啊，他偷偷出来，悄悄地走到自己那一排。夜航嘛，所有旅客都睡了，他打开他头顶上方的行李架，把秋裤晾在行李架的边缘，然后把行李架盖了过去，最后把裤腿轻轻地搭在过道旅客的肩膀上，像献了一个哈达。而做完这一切，他发现过道旅客并没有醒，他悄悄地跨过他，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以为这一切没有人看见，可是靠窗的旅客看到了。我这样说，大家是不是有点科幻，有点想象不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看向气氛组的老师，就类似于郭麒麟把他的秋裤洗了之后，晾在了杨天真的头上。杨天真醒的时候被滴醒了，发现一身都是水，把空姐叫过来说是谁的秋裤。当时空姐目瞪口呆，杨天真怒发冲冠，郭麒麟默不作声。这条秋裤无人认领，但是当时马东站起来揭发了郭麒麟。郭麒麟反手一巴掌：“你是奇葩吗？什么都说。”当时天真气得都不天真了，哇，3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我当时啊，就跟侯佩岑老师一模一样，礼貌的微笑站在旁边，你们不要再打了啦。怎么办？好害怕。当时场景就是这个样子，跟大家还原一下，来看回来。但马东老师被打了之后素质非常高，都没有还手，直接捂住自己刚割的眼袋说报警。最后就报警了嘛。报完警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秋裤收下来，但杨天真老师制止了我，他说我要保护案发现场。我尊重，所以这条秋裤就这样飘荡着在客舱落地了。落地后，警察上来也没有想到，我的飞机上3个人因为一条秋裤打了起来。他把我叫过去，你作为一个乘务长，这么简单的问题解决不了吗？哪个要你就给哪个呀。我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个都不要呢？说完，我带着警察进客舱，我说来。一进去，我们2个就看见3个人扯着2条裤腿打，咚哧打哧噼里啪啦的。事态已经无法控制了，警察很快把这群秋裤子乐队带走了。下飞机之后，我还是写了很多材料报备这个事情，最后还是被投诉了。我后来想了一下，反思了一下，可能当时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够好。我就应该直接用那条秋裤把我吊死。最后我发现，其实工作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从来都没有按照所谓的模拟过来发生。我做再多的准备，突发事件依旧会不断的刷新我的人生难度。但是我总结出一个经验：只要我勇敢面对，付出真心，我就一定能获得真心的投诉。所以希望大家多谅解他人，少晾条秋裤。谢谢大家，我是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2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剪这么多吗？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
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他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他。你好歹让他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哦，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啊，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我当时还看见有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啊，人一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啊，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我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了哔了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2次元啊。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我说谁？
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它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这山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刚才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啊，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文枪。哎呀，现在出去跟别人自我介绍、参加活动，我说我叫门枪，他们都会很尊重我。他说：“门老师你好，你这个姓氏很少见。”朋友们，我不姓门，门枪是我的艺名。取这个艺名的意图很简单啊，因为脱口秀讲话需要大量的用到舌头，舌头在上海方言里就叫门腔。所以我出生在上海，我现在才叫门腔。我要是出生在北方，我现在就叫口条。口了。哎，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做自我介绍什么的，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本名。我很难为情，很害羞。不是李家俊，不是。哎呦，我的本名叫张冰洁，弓长张，冰清玉洁。每次自我介绍都有人会说像个小姑娘的名字，对吧？我知道这种感觉很违和，就好比你去问蝙蝠侠 Batman，What's your real name？ 蝙蝠侠说 My name is Cinderella。哎，名字秀气，我小时候长得也很秀气。课间10分钟，小学的时候跟男同学玩游戏嘛，玩一些角色扮演的游戏，他们就会说：“张冰洁，你来演冰冰公主。”我说我不要当公主，他说那你当丫鬟，我说我当公主，冰冰公主。哎，别的男生分配到的都是那种王子、大侠、将军，我分配到的角色都是公主、格格、千金。我也演过一次将军，花木兰。男同学还总是喜欢在游戏里面追求我，我都没同意，因为课间10分钟不够了解一个人。我冰清玉洁没那么随便。我也不理解他们的追求方式，他们不讨好我，他们就互相决斗，而且他们决斗方式也很奇怪，他们互相吐口水。我当时感觉你们还来追求我干嘛？你们不需要我了，你们已经在相濡以沫了。后来还是女生来解救我，我们的女班长拿出了她的法宝——行为规范记录表。那群雄心幼崽一下子情绪稳定了。girls 不但 help girls， 还 help girly boys。我问我爸妈为什么要给我起冰洁这个名字，我妈说，因为名字是家长对你的期待，我希望你冰雪聪明，洁身自好。妈妈，这份期待很有难得。我转头问我爸，我说爸，你儿的名字这么小众，你没有意见吗？我爸说，你妈负责起名，我负责姓，这都有分工，还 teamwork。我爸说，
而且名字小众有什么？弓长张这个姓氏很大众。我心想什么意思？名字也能风险对冲？我说姓张也不好，姓张太普通了。他说姓张不要太好，你不懂，张是天姓，玉皇大帝就姓张。张是唯一一个别人问你贵姓，你不用回答免贵的姓氏。当我傻子吗？啊！别人问您贵姓，我说老子贵姓张。玉皇大帝就姓张，不懂了吧？很有权利的，这就叫姓张力。我真的不喜欢我这个名字，我说我要改名字，然后我妈说你别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小，这份期待很大的，因为男人很难同时做到既冰雪聪明又洁身自好。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鼓掌，我看着我爸，你到底做了什么？然后我爸，放心了，他只是不聪明啊。我长大了才懂我妈的意思。我上班当了 HR 之后，我发现很多男同事，尤其是男高管都不太冰洁。10个男领导，7个傻，8个呆，9个不洁身自爱。就我们公司的那个 Mike， 在公司里面同时聊3、4，下了班还要约3、4个，都不知道他时间怎么分配的。怎么说呢？我们都在朝9晚5，他在朝3暮4。他都这样了，还跟新来的女实习生说：“我这个人就是被动，我注定孤独一个人。”哇，我是一个 HR， 是一个专业的 HR， 出于专业的素质，我不会因为私人事务给同事穿小鞋，仅限于同事期间。他会跳槽的，啊，他会辞职的。辞职之后就涉及到一个事情，叫做背景调查。哦，难道他不怕别人背调的时候打电话打到我这里来吗？啊，他不怕我会这么说？请问麦克是你们公司吗？对，他这个人的工作态度怎么样？被动。团队合作能力呢？注定一个人。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优势啊？我说，硬要说优势，时间管理。哎，别说男同事啊，就连最应该注重自身形象的男明星，也不太冰洁啊。每隔一段时间，总有一个男人好像由于没有洁身自好上热搜，所以我建议，为了让这些人引以为戒，以后只要不洁身自爱的男人都应该改名叫冰洁。哎，早就应该这样了啊！之前的吴冰洁。金冰洁，还有那个什么肖冰洁。当然，我也衷心的希望男明星们不要再塌房了，因为张是个大姓，我很怕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那我就只能改姓了，叫门冰洁。啊，张这个天性不重要，天性纯良比较重要。其实不单是男的，冰雪聪明和洁身自好是对人类我觉得思想和道德最美好的期待了。但是大家一听就觉得冰洁这个名字应该是女生的名字，是不是对女的要求太高？是。哎，这么好的期待，怎么能都让女生占了呢？不把我们的男人放眼里，啊，男人也能顶半边天。我觉得应该要分工 ，team work 一下，女生先负责冰雪聪明，男生来负责洁身自好。大家以后啊，千万不要再夸男生专一了，因为我们只是做了每一个男孩子都应该做的事儿。谢谢大家，我是张冰洁。大家好，我是诗妍。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儿，现在孩子长得太快了，现在比我高，我都有点不太适应。真的，我从来都没想过，就是对于比我高的人，我还有抚养的义务。反正现在他管我叫妈，我想管他叫爸。我老公既是孩子他爸，也是我爷，也是他自己的孙子。我爸快到青春期了。
如果你们家里头没有那种青春期的小孩，其实如果你上网的话，感受是一样的，就都是那种文化程度不高，然后自我意识很强，脾气也不太好。前几天我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就听见2个小孩说，他说今天学的《三国演义》，写的什么玩意儿？想给罗贯中祖坟刨了。我就说文艺圈不好混吧，死多少年了，还有差评呢。他朋友就说，他说啊，那不是文艺作品吗？他说那不行啊，他把曹操写成卑鄙小人了，我觉得他伤害了我，因为我就姓曹。那孩子就说，他说那曹雪芹还姓曹呢。他说曹雪芹哪一班？曹雪芹啥哪一班？曹雪芹讲脱口秀的。我青春期的时候没想过刨人祖坟。我是属于那种胡思乱想、智性恋。我那时候成绩不太好，然后但是我生物学的还行，我就天天担心，就是担心将来自己的孩子笨。那个时候就有了那种很严重的生育焦虑。反正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天上选妈妈的。我上初中就开始给他选爸爸了。我那个时候我不看帅哥我也不学习，我天天在教室里头研究学校成绩那个大榜。怎么说呢？反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喜欢榜一大哥。但是第一次做父母嘛，确实是踩过很多坑。之前给孩子买过那种学习机，拿到手之后就感觉自己降智了，感觉自己说话像个傻子似的。我说孩子，你看妈妈新给你买个学习机，玩不了游戏，多有意思。你学习吧，他说是学习机，其实就是那种没有游戏的平板。就放在那块儿就是落灰，就天天就是落灰。我说这是学习机吗？这不灰机吗？哎 ，Windows 不联网都能有个扫雷，他没有。好不容易找着一个游戏背单词儿的，说一个单词儿，那个小怪兽就没了。你再说个词组，大怪兽没了。但是你想干掉那个大 boss。你得说一句流利的英语，你就感觉说的不是英语，是咒语。这游戏玩通关之后，孩子就跟老佛爷似的，满脑子就一个想法：我要洋人死。这家长现在就是很脆弱，我就感觉很容易就被一些东西击碎。前2天我在那个书店，在畅销书里看见一本书。叫手把手教你上大专。我有点崩溃了，当时我说什么玩意儿，上大专还用看书啊？伤害你。上大专有没有可能他就不爱看书？我说这个世界好像变了，就跟我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啥呀？我上学的时候看的可是哈佛女孩刘亦婷啊，后来我上的大专吗？现在当家长了，直接给你摆一本上大专，让你认清现实。真的，我就问他们店员，我说，你说现在看点啥课外书还能上哈佛呢？他说，要不你看点课内的呢？就是现在书看不明白，现在孩子书包我也看不明白。现在小孩的书包叫大容量减负书包，你就感觉这个书包厂家的老板，他小学就辍学了，因为他但凡念到初中，他马上就能学着物理了。那玩意儿体积越大，质量越大嘛。你体积要变大，质量变小了，那确实是减负了。物理书没带。我就问他们客服，我说你这个大容量减负又是什么原理呀？
他说我们吧是在这个书包里头加了一块板子，减少书包呢跟孩子这个颈椎的碰撞，让孩子感觉到减负了。我说那没毛病，你这书包容量不大，你都放不下这块板子。啥叫大容量能感觉到减负了呀？话还能这么说呢？那以后话都能随便说了。我感觉这抽烟还能润肺呢。我感觉喝酒可以保肝随便说呗。我感觉赌博可以发财。别随便说了，我感觉录这个节目可以交到真心的朋友。随便说，感觉他们请的这些嘉宾、明星、各位导师，他们都是真的懂喜剧。随便说，我说的是上一季淘汰的嘉宾。哎呀，感觉现在自己有点喝多了呢。随便说了，感觉相声还是有未来的。话都随便说了，现在就感觉家长这些话都随便说。前2天我闺蜜就跟我说，她说：“哎，你说等咱孩子高考那天，咱们是不是就可以穿旗袍了？”我说又开始随便说了哈。我说孩子高考为啥妈妈要穿旗袍啊？腿上写答案了。这个又是什么原理呢？怎么孩子打野，辅助在这换上皮肤了？他说那个旗袍嘛，旗袍旗开得胜啊，寓意好。我说那是，我说那不爸爸光膀子寓意也好啊，寓意每个孩子都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我有的时候就觉着《花样年华》里边张曼玉跟梁朝伟他们就是没有孩子，他们要是有孩子的话，根本就浪漫不起来。张曼玉天天穿个旗袍，叼个小烟儿，就是等孩子放学呢。梁朝伟说，如果还有最后一张船票的话，张曼玉说别闹了。孩子今天高考。我今天所有的话都是瞎说的，对不起。但是我现在还有一句正经话要说，其实可以不用把旗开得胜的重任放在妈妈身上，因为孩子有孩子的人生课题，妈妈有妈妈的花样年华，不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年华。讲完了，谢谢。大家好，我叫陈爱。我去年过得不太好，一直在搬家，而且很倒霉。我搬到哪儿修路，搬到哪儿修路，我都怀疑上海这城市发展不会是我带动的吧？怎么追着我发展呢？是不是上海原本都没有这么多路？我搬多了，才有了路。最近住的地方倒是不修路了，给我弄钟点来了。我甚至发现附近还有个火葬场。本来我只想找个偏点的地方，那这也太偏了，偏到让人觉得这地方就该有火葬场。还有农家乐，也合理。喜丧嘛，方便吃席。这边刚烧上，那边已经起菜了，真的很近。我在家导航过，我家离火葬场不到800米，导航推荐我步行。现在出发，预计10分钟到达目的地。这个距离让我特别有安全感，感觉人生都有了退路，就很方便。我去剧场坐地铁还有1个半小时，火葬场10分钟走到了。你知道这对我的意义吗？脱口秀讲得好还行。要是讲的不好，我就去那边逛逛。
这儿火不了，还能去那儿火一把。没法在台上风光，我就去火葬场风风光光。而且当你的人生有了退路，你的心态都会特别好。比如我现在都不怕别人催婚，每次听人说你现在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死的时候都没人给你送终。我想10分钟的路，送啥送？他们来的没我走得快呢。而且送终这事儿我有经验，我送过我姥，还是2回。因为前几年我姥姥90多的时候说不行了，当时我们所有人请假，坐最快的一班飞机，专门跑过去给我姥姥送终，送了2个多月，没送到位，就先回去了。走的时候我姥姥还挺精神，还说要送我。真的送终真的不能太久，心态会变化。刚去的时候我想，姥姥我舍不得你，但2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早知道换个便宜点的高铁了，反正你又不着急。来的早不是来的巧吗？所以电视里见亲人最后一面都是姥姥我来晚了，我们是姥姥我来早了，就不能有一次正好说姥姥我来着了。而且我姥姥后来也没走嘛，她就过了1年多之后才走的。这中间我还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走她前面。走她前面也很尴尬，我姥姥得咋想？太客气了吧？说好送我走，咋成带我走了呢？所以经历过这件事之后，我绝对不让别人给我送终，因为我特别害怕麻烦别人，尤其是让别人把所有事都推了，专门过来等我死，没有礼貌。而且是等我死，就你们被人等过没有？本来也不着急。越等越急呀，还是这么多人同时等我，就感觉再活下去都有点不懂事儿了。所以到时候他们来，我也会把人都赶走。我说都回去吧，别等了，我按照自己节奏慢慢来。真的，我觉得送终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你面前等你死，一旦弄清它的本质，甚至可以改变一些规则。比如送终一定得是亲人吗？仇人也行啊，反正大家目标一致，就是送你走嘛。反正我不知道你们，但是如果我哪个远房亲戚要走了，我都不一定想去。我想谁呀？没见过，没啥感情。但如果我最恨那个人要走了，我绝对去，感情太深了。我不光想送送他，我都想催催他。甚至到时候他走了，别说请假，辞职我都去。反正公司少我一个也死不了，但那边少我一个，我怕他活。而且我送终应该比那些亲人有效率，只要我去，一定给他送走。你们应该也能听出来，我现在有点绝望。确实，今年录这个节目，演员一个个都很卷，还在那争什么复活金牌，有啥用？
能复活我姥姥吗？而且我看着这些人在台上那么拼，我就想，你们这么努力图啥？不就是想火，想燃吗？我家那边也能办到。一会儿讲完，有梦想、有野心的人都跟我回去。很方便。你在台上想火，需要很努力逗笑观众，也不一定成功。但到我家那边，只需要先躺平，然后跟师傅说：“麻烦你，我要大火。”这样就谢谢大家。感觉都是我的托儿。来了，大家好，我叫辛博。小时候我就在农村生活，你知道农村的医疗条件不是特别好，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小病自己看，大病互相看，新型家庭合作医疗。从小我身体不是特别好，经常吃药，但就没吃过那种 OTC 的。我爸指着 OTC 的标志给我讲过，儿子你记着，这个牌子的药啊，没劲儿。就是我能得什么病，主要取决于他们听说过什么病。在我理解，这就是听诊。小学的时候发现我后腰有块骨头特别明显，我爸给我的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科普一下，这个病的发病期是19岁到50岁之间，那年我7岁。每天都给我按，朝我的突出部猛攻。有朋友问你爸就这么胡来，你妈也不管。我爸负责按，我妈负责按着我。我甚至在想，小的时候走丢了，警察问我爸：“哎，你儿子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体貌特征吗？”要不说你们当不了我爸。我爸都得说腰上有我的指纹，能解锁我儿子。后来11、12岁，我就开始长喉结。有点害怕，这能按死我吧？天天夹着嗓子说话，转移了，颈椎间盘也突出了。还有一次就是高中打篮球，被队友踩在了我的脚趾上，淤血一直不好，我妈的诊断是灰指甲。当时我爸已经外出打工了，但是通过电话的方式远程参与了我的会诊。2位专家的意见高度一致，确诊真菌感染，就开始了我长达18年的漫漫指甲路。听说那个5%盐酸阿莫罗芬有效果，吃了半个月让我停掉了。说儿子，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个外用药。怪不得口腔都不溃疡了呢。我们东北有个菜叫小鸡儿炖蘑菇，我们家经常做。鸡肉可以不吃，那个鸡爪子得留给我。那个指甲我最好吞掉。说是吃啥补啥，以形补形，但不让我吃蘑菇，说那都是真菌。按照这个说法，我特别心疼云南人民。那就是全球灰指甲发病率的高地。我只听说过见手青，不知道有没有见脚灰。昆明就是满城尽带灰指甲。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有疑问，就我虽然得了灰指甲，但我始终都没有传染俩。
我妈给我的解释是，起码咱们控制住了。直到去年去捏脚，技师大哥看了一眼我的脚趾，说：“老弟啊，你这是湿疹，你回去买一管莫匹罗星。”我买了一管姜信姜仪，因为上面写着 OTC。不是，这能有劲儿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抹了半个月就好了，我感觉我的指甲都想给我托梦。18年了。当然，我爸妈也不是意见经常一致。北方冬天经常流感肆虐，本来一家人整整齐齐吃着晚饭，我好死不死打了个喷嚏。你知道，在我们家，如果我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没有人想我，但一定有人想治我。我爸说是甲流，我妈说乙流。两个人争执不下，最终决定为了我2种药我各吃一半。这2个药的核心，一个叫阿比多尔，一个叫奥司他韦，都有一定的副作用。阿比多尔胃胀气，奥司他韦拉肚子。我奉劝各位啊，不要在胃胀气的时候拉肚子。我就像一台装了氮气的跑车。我爸决定送我去医院，因为他发现我的瞳孔开始有点涣散，说我太爷走的时候就这种眼神。医生建议打青霉素，我爸说：“我儿子必须用最好的药，头孢，打上就退烧，不打就高烧，反反复复1个多月，我才肺炎。”拍了片子说我的肺上有阴影。我说怎么不拍拍心里啊？就那么个条件，大多时候就能靠经验、靠直觉。我受过教育，我现在自己生病就是上网学。我们不看病就是我们家的遗传病，我们家也算是2代行医。不过这几年，我爸妈通过短视频这些中老年科研平台，学到了很多新的医学理论，发现对我有诸多误诊。经常喝点酒就会跟我道歉，说儿子会不会埋怨爸爸？我说怎么可能呢，对吧？你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以后就是我养你们。爸，你可要保重好身体呀！咱家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妈，你也是，我帮你按按。原生家庭，在我的理解就是原谅生我的家庭。这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在我内心里还是希望我爸妈有朝一日能跟我道歉，跟我说孩子对不起，毕竟爸妈也是第一次当医生。谢谢大家，我是辛博。